大楼起火，楼上的人逃命，直接从8楼跳了下来，坠落到厚厚的雪地上，以为能活下来，不料还没有爬起来，就被一个女人一刀给送走。21楼的大火熊熊燃烧了半个多钟头，火势开始慢慢减小，但是浓烟却丝毫没有停下。按照正常的情况来推断，此时楼里面已经不可能会有活人了。他们没有通风的手段，也没有好的办法阻止有毒的气体进入他们体内，所以等待他们的结果只有在痛苦中死去这一条路。即便还有人侥幸没死绝，一直待在楼里面的话，死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，因为浓烟在短时间内根本就不会散去。张毅转过身，朝着26的方向走了过去。走，我们去下一家。25楼的邻居们已经杀红了眼，他们头一次体验到如此畅快的杀戮方式，那种将别人的生命主宰于手中的感觉，让压抑已久的他们兴奋不已。于是，一群人嗷嗷叫着跟随张毅朝26楼天河帮的地盘走去。26楼的人都在窗前看着这一幕。见到张毅等人朝他们走来了，这群人吓得亡魂皆没。有人从屋里面朝外面喊道：“张毅，黄天放已经死了，这件事情跟我们可没有关系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可不能错杀好人啊！”张毅听到这番话，哈哈大笑了起来。错杀好人？你们觉得自己算好人吗？张毅眯着眼睛，眼神透露着浓郁的讽刺意味。你们楼里能活到现在的，哪个人手上没有沾染过5条人命？再者说了，就算你们是好人，那跟我杀不杀你们又有什么关系？张毅并不关心这次针对他的袭击行动有多少人参与进来，只要任何人有嫌疑，哪怕只有1/1000，他都会毫不留情的抹杀。末世之下，一丝一毫的仁慈都不可能保留，否则将来就会给自己招致灾祸。张毅按照同样的方法，让人把26楼封锁住，然后自己开始从楼下放火。单元楼内传来惊叫与咒骂的声音，有几个人疯了似的喊叫着冲下楼，冒头的一瞬间就被张毅点射爆头。片刻之后，滚滚浓烟就笼罩了整个26楼。张毅也不着急，就这么一栋楼一栋楼的杀，免得有漏网之鱼逃了出去。很快，26楼的人也被他收拾得差不多了。他没有停下脚步，继续朝着其他几栋楼走去。这都是之前确认组织参与了对他袭击的楼长所在单元。5栋大楼火焰冲天，浓烟滚滚，照亮了整个小区，甚至因为抬高了周围的空气温度，导致周围的冰雪都开始融化，地平线下降。其他单元楼的居民顿时感觉到毛骨悚然，许多人被吓尿了。张毅算了一下时间，按照这个速度来看的，一个晚上应该是杀不完，自己也累了，需要回去休息一下，顺便看看由大叔的治疗结果如何。为了避免这些家伙捣乱，给他添加麻烦，所以他决定先安抚一番。于是他从异空间掏出来一个喇叭，在小区里面喊道：“大家放心，我张毅做事从来不会伤及无辜，这次冤有头债有主，我只针对那些袭击过我的人所在的单元，而对于那些对我友好的单元，我不会伤害你，大家千万别害怕。”原本内心还紧绷着的其他单元楼业主们听到这番话之后，就好像是在绝望中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的。虽然他们自己也清楚张毅的话语可能只是在欺骗他们，但是人往往都喜欢自己骗自己，凡是往好的方向去想。张毅他不打算杀我们了，太好了，这可太好了。就是啊，袭击张毅的又不是我们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张毅他本来就不该报复，他杀了那么多人，也累了吧？我不信他真的能把整个小区都杀光。人不到绝境之中，是不会以卵击石，拿自己的命去拼一个希望渺茫的机会。张毅给了他们这个希望，他们就能够心安理得的当起鸵鸟，把脑袋埋进沙子里，假装周围没有危险。张毅喊话结束之后，就对周围的邻居们说道：“好了，今天的活动就到此为止，回去休息。”邻居们有些意犹未尽，说道：“我们先留在这里烤烤火，火焰是多么温暖啊！回到单元楼之后还是得受冻，倒不如守着火堆舒服。”其他邻居们舍不得离开，围着火堆满眼炽热的烤着。不过火焰在慢慢变小，因为张毅提供的燃料也会消耗殆尽的。火小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一个人有些焦急地说道。旁边一个人看了看周围，忽然眼睛一亮，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他和附近的2人耳语了几句，然后3个人非常有默契地走过去，抬了一具尸体过来，扔到了火堆里。噼里啪啦，清脆的爆裂声响起，像是油脂在高温下炸开的声音。火焰又冒出去老高，大家伙高兴地欢呼雀跃。这个办法好，哈哈，我怎么忘了，动物油脂也是上好的燃料啊！周围的尸体还有很多，足够维持他们多烤一阵的火了。如果饿了，还能顺便来上一款，多好的一场烧烤盛宴！张毅回来的路上，路过了李成斌和姜磊的尸体，他的脚步微微一顿，心中忽然有些好奇。这2个人之前挺好用的，听话且有干劲，跟着张毅混的时候，起码张毅让他们吃饱饭了。可是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反水？于是他从2个人身上翻了翻，找出来他们的手机，然后借着火光，用他们的脸完成了解锁。张毅打开手机，翻看了一遍他们的聊天记录，眼神逐渐变得玩味了起来。原来是这样，张毅笑了笑，把他们的手机给扔到了雪地里。回到家中之后，张毅打开临时病房的门，此时周可儿靠着墙站着，双腿交错，即便身着蓝色的手术服，可依旧难掩他修长的美腿。张毅看了一眼病床，由大叔脸上带着氧气罩，旁边的心率仪呈现出稳定的波浪线。张毅松了一口气，看样子由大叔的命是保住了，这样他就不算是害死了自己的伙伴，用不着太愧疚。看到周可儿累得双腿发软，张毅将她放在床上，然后伸手帮她把鞋子脱了下来。周可儿面色微红，我站了1天了，脚可能会有味道。有味道？那不正好，
张毅的笑容有些邪恶，不过看到周可儿疲惫的模样，今天暂时就放过他吧。尤大叔的身体怎么样？需要多久能康复？还是说只是回光返照，撑不了太长时间？张毅询问道。周可儿的眼睛里露出奇异的神色，他受的伤很重，流了好多血，而我们根本没有血包可以使用。其实一开始我都觉得很难救活他了，本来他的心率都接近0了，可是突然之间，他的身体似乎产生了什么变化，机体的活性迅速增强，就连伤口的出血量也大大减轻。他两手一摊，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办法解释。张毅听完这句话之后，却是心头一惊，这种超常的事情他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在他自己的身上就发生过一次。很可能尤大叔是觉醒了某种异能。其实重生之后，张毅就考虑过这个问题，伽马射线影响了人的基因序列，导致他变成了异人。那么除了他以外，会不会还有别人也诞生异能？不过1个月来，整个小区1000多号人并没有见过第2个异人的出现。由此可见，异人诞生的条件是极其苛刻的，毕竟基因的突变本身就是1/1000的概率，而且突变方向不定，未必就是好的变异。没想到尤大叔竟然成了除他以外的第2个异人。濒死的状况下有可能会觉醒吗？这或许就是觉醒的先决条件之一。这样的话，条件未免也过于苛刻了，因为濒死状态下，如果不是能够修复伤势的能力，哪怕觉醒之后也得死。尤大叔要是没遇见我，也是必死无疑的。张毅想明白了这一点，心里面放松了不少。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的话，他以后遇到异人的概率是极其低的。只不过不知道尤大叔觉醒的是什么样的异能。张毅思索了一番之后，对周可儿说道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每天要给尤大叔注射一定剂量的肌肉松弛剂或者镇定剂，不能影响到他的身体，但是要控制住他的行动。”周可儿有些惊讶，但是略微一思索，便猜测到了些什么。尤大叔是不是也像你一样，产生了某种特殊的能力？张毅点了点头，我想应该是的，但是对这种事情我们毫无经验，也不清楚他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你知道绿巨人吧？他就是被伽马射线影响导致的变异。万一尤大叔也变成了绿巨人，情绪失控，很可能把这个家都给拆了。张毅故意说的比较夸张，可实际上根据能量守恒，现在状态下的尤大叔哪怕变身也不会有太强大的力量。不过出于安全起见，张毅还是得观察他一阵子，确定他的变异没有危害，才能放心。周可儿点了点头，这个简单，交给我就好了。张毅让周可儿早点休，他则是带着枪走出了家门。有一件事情也是时候去做个了结了。张毅来到了另外一个房子的门口，也就是之前林采宁和方雨晴等人所居住的房间。张毅掏出手枪，对准门锁砰砰开了2枪，然后一脚把门给踹开。他左手防爆盾，右手拿着枪走进了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旁边传来一声尖叫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举着菜刀就冲了过来。曾经的舔狗竟然成为了末日兵王，而昔日的女神却沦为啃食生肉的疯婆子。原来就在小日子排放污水的第2天，全球就开始异变，气温骤降100度，人类还来不及囤积物资，就被大雪封城锁在了家里。所有人就这样忍冻挨饿了1个月，只有拥有雪地车的张毅才能给大家带来一线生机。而沾沾自喜的方雨晴，他以为自己肯定会因为张毅的青睐而得到最多的食物，可事实却是张毅从始至终都在为了报复而戏弄他。不仅特别关照让他一口粮食都得不到，还将他千人斩的光荣战绩公之于众。至此身心受创的方雨晴再也没有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，所有人都以为他肯定已经饿死在家里了。可谁曾想他非但没死，还一直在背后作妖，整整2次都害得张毅差点栽了跟头。当初给王强通风报信，埋伏在雪地里偷袭张毅的人就是他，策反李成斌和姜磊，让他们一起袭击张毅的人也是他。这个女人别的都不会，就是蛊惑人心的手段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而她自己更是摒弃了人性的最后一道底线，靠着吃掉自己的好闺蜜才活到了现在。房间里那具被啃掉了1半的尸体就是最好的证明，难怪你能活到现在，还真不愧是塑料姐妹花啊。张毅嘲讽地笑道。方雨晴用手挡住射来的光线，知道来人是张毅之后，他的嘴里发出了绝望和悲愤的吼叫。张毅，你为什么没有死？为什么？那群废物，他们那么多人，连你一个都杀不了，他们真是废物。张毅嘴角充满了讥讽，蠢女人，你以为暗中联络了王强那些人，又策反了姜磊和李成斌就能杀掉我？你真是蠢得可怜啊！就你这种脑子，活该被人当成玩具耍来耍去，最后活成了那么多人的形状。张毅，我恨你，我有今天都是你造成的。方雨晴知道报仇无望，便歇斯底里的朝张毅发泄内心的情绪。张毅冷笑了一声，直接举起手中的防爆盾就把他给打翻在地，清脆的骨头碎裂声伴随着他尖锐的惨叫，还别说，倒有些和声的味道，赏心悦耳。方雨晴疼得浑身都痉挛了起来，小嘴也变得没有那么硬了。她痛哭流涕地哀求着张毅：“张毅，放过我，放过我啊！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”张毅听着她凄惨的声音，却觉得心里面格外的畅快。他不由得回忆起上一世的时候，他楚楚可怜，如同一朵娇嫩的白莲花，眼眶里泪水打着转，求他打开了房门，然后等待着他的就是一场惨无人性的饕餮盛宴。张毅收起撬棍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在方雨晴惊恐的眼神当中，刺啦一声划破了他的衣服。片刻之后，方雨晴变成了一只雪白的绵羊，就是这绵羊明显营养不良，只剩下皮包骨头了。他冻得嘴唇都发紫了，却以为张毅想要睡他，就哆哆嗦嗦地说道：“你可以睡我，只要你让我活着。”张毅只是盯着他赤裸的胴体看了几秒钟，就失望地叹了口气。都瘦成竹竿了，脂肪也那么干瘪，还有什么意思？他
他撕碎方雨晴的衣服，就是为了要彻底的羞辱她。他对方雨晴厌恶至极，但毕竟曾经尝过她的身子，追了她2年半。不过现在看到，反而是觉得倒胃口。张毅一手拎起她瘦弱的脚踝，在她的尖叫声中把她倒着拎了起来。这个干瘪的女人就像是一个漏了气的娃娃，只有一个地方高高鼓起，像生了黑莓的馒头。张毅满脸厌恶，同时心中产生了一种恶趣味。他看了看手中的匕首，是瑞士产的，有些舍不得。于是张毅看了看周围，从地上捡起来一根断裂的骨头，一头是尖锐的骨头茬子，说不定这根断骨就是周鹏的。张毅嘴角微微勾起，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从方雨晴口中发出。他在张毅手里面痛苦的挣扎，就像是一只被开水活活褪毛的母鸡。张毅的心情舒坦了不少，然后把他顺着窗户就给甩了出去。在这个温度下，赤身裸体的落在雪地上，那滋味有多酸爽，不需要多说了。张毅沿着窗台往下望去，雪地上只剩下一个人形的坑。他叹了一口气，我是不是太善良了？就这么让他死了，实在是有些便宜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他本打算找个地方慢慢把他一点点剐的。不过现在他工作量有点大，需要干掉的人太多了，就懒得在这个女人身上浪费时间。张毅转过身离开了这间屋子，一边走还一边说道：“我可真是个善良的好人啊！昨天张毅才烧毁了5栋大楼，今天一大早，许多人还瑟缩在被子里没有睡醒，张毅的恒温烧烤就开始了。等到许多人被浓烟呛醒，他们已经失去了逃命的机会。张毅一边放火，一边拿着大喇叭对整个小区喊话：我张毅不是滥杀无辜的人。昨天晚上经过我的调查，这些楼当中都有人参与了袭击我的行动。只要你们交出那些人，我就既往不咎；要是你们顽固的不肯交人，我就只能将你们视为同党，全都消灭掉。”张毅这么一喊，那些没有被火烧的单元楼就安静了下来。张毅还是很讲道理的，那些人都是自己该死，只要火不烧到我的头上就行。张毅杀完这一批肯定不会继续了，反正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，他张毅杀我干嘛？没错，这件事情不用管，出去也是挨枪子，倒不如在家里老老实实的待着。我相信张毅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大家都秉持着这样的心态，隔岸观火。再说了，张毅虽然放火，但是邻居们也受益了。你瞧瞧，这小区里面的温度顿时变高了许多，大家也没那么冷了。火焰熊熊燃烧，一个上午下来，张毅又清洗干净7栋单元楼，整个小区已经有12个单元楼里的人被张毅杀了个干干净净，剩下的18个单元楼里面的活人不到500，而这些个被他留下来的单元楼都是实力最弱，而且在昨日的袭击行动中没有对他动手的单元楼。张毅揉了揉自己的眉心，他觉得杀戮可以到此为止，因为剩下的人已经无法对他造成威胁，再杀下去，他真的担心自己的精神会出现问题。今天的清洗就到这里吧，前面的单元楼等以后再说。张毅说完便转身离开，准备回去好好休息一下。而还在沉浸于烧烤送葬狂欢中的人群里，一个身影突然脱离了集体，朝张毅的方向跟了过来，背后的脚步声清晰可闻。张毅冷冷地看过去，干什么？许浩连忙举起双手，张大哥，别误会，我有很重要的情报要告诉你。张毅嗤笑了一声，满脸的不屑。很重要的情报？整个小区都已经被他摆平了，还有什么事情能够称得上重呢？许浩看了看左右，压低了声音对张毅说道：张大哥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江南首富之子王思明花10亿美金打造的末日庇护所？许浩的一句话瞬间把张毅的记忆拉回到了10几年前。在30年代，科幻电影忽然在全世界盛行，其中有以末日类电影最为热门，每年都会有许多部末世题材的电影横扫当年的电影票房排行。由电影所带来的影响，就是真的让一部分人开始建造避难所，其中不乏世界顶级的富豪。当年的江南首富之子王思明耗资10亿美金，打造了一座号称从外界无法摧毁的避难所的故事。不过后来，关于那个避难所的消息就没有了后续，人们也只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有钱的富二代小小的任性罢了。张毅迅速在脑海当中回忆完了当年的事件，他看向面前的许浩，目光变得严肃了起来。你知道那个避难所在哪？如果真有那么一个耗资10亿美金的超级避难所，它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之一。比起张毅花费800万华币打造的安全屋，其安全级别、室内空间和内部设施不知道强上多少倍，那是真正的末日堡垒，可以防核弹的级别。张毅的心里面也很好奇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那么一个地方？王思明的那座避难所其实就是云雀庄园101号，整个天海市最昂贵的4大别墅区之一，那里的地价说寸土寸金都是一种贬低，据说那里最便宜的一套别墅都得1亿往上，所以能住在那里的人都不是一般的富贵人物。老王过世之后，王思明继承了家里的1000亿资产。这个人号称华国第一公子，就是因为他近40年的人生享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荣华富贵。有传闻，华国80%以上的一线女星都和他滚过床单，更有人说他交往过的女朋友高达数万人。张毅抱着胳膊，一脸玩味地看着面前的许浩：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干嘛？如果那座庇护所真的如传闻所说那样，造价高达10亿美金，那绝对不是张毅靠着几把枪就可以闯进去的，所以他不会打不该打的念头，以免把自己的小命送了进去。谁知道许浩却说道：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，就是希望能够追随你，只要你让我做你的跟班小弟，我就帮你把这个庇护所给拿下来。一个造价10亿美金的超级庇护所，对张毅而言无疑充满了吸引力。他在月入小区的事情马上就要做完了，该杀的人也杀得差不多。在外界，相信还有一部分人知道他身怀大量物资的事情。在这个时候，试了服役去，深藏身与名，
这才是最明智的做法。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更完美的庇护所，他当然很乐意过去。呵呵，你把我当白痴？真有那么好的地方你会告诉我？徐浩赶紧解释道，虽然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哪，可是现如今王思明是那里的主人，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夺不下来，因此我才来向你求助。只要你愿意让我追随你，以后让我能够吃饱穿暖，我就会竭尽全力的帮助你。我不光知道那个庇护所的位置，而且我还曾经进去过，那里面的布置我基本上都了解。实际上，之前王思明和我仍然有联系，他通过一些途径知道了关于你的事情，所以其实是他主动提出让我把你给引过去，然后趁机抢走你手中的物资和雪地摩托车。张毅的眸中一抹杀意闪过，许浩吓得慌忙摆手解释，但是我当时就拒绝了他，我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打你的主意啊。张毅冷笑了起来，他的目光森冷，悠悠地盯着许浩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，或许你现在也是在跟我玩钓鱼也说不定哦。话音刚落，张毅的手枪就顶在了许浩的脑门上，许浩吓得腿肚子直打颤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啊，你信我，你信我呀。真正的富人圈子玩的有多花，是你们这些普通人想都想象不出来的，就连女票都能有十几万个。砰的一声枪响过后，许浩的瞳孔紧缩，身体一下子瘫软了下去。张毅的那一枪没有打中他的脑袋，只是在他的耳边射过去，这一枪把许浩的胆子都给吓破了。他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张大哥，别杀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啊。张毅眯起了眼睛，缓缓蹲下身子，盯着许浩的眼睛问道，给我一个能令我满意的解释，让我相信你不是在和王思明一起下套害我的，那你还有活命的机会。许浩深吸了几口气，努力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，说道，因为相比和你作对来说，跟着你混才有机会活着，不是吗？我已经见识过了你的手段，我没有那么蠢，还敢与你为敌。相比之下，一直生活在庇护所里面的王思明要更好对付，更何况比起你而言，我更希望王思明那个狗日的去死。张毅的眼中闪过一抹惊芒，哦，你们不是朋友吗？朋友？呵呵。许浩的笑容当中带着愤恨与酸楚，我和他根本不是什么朋友，在他的眼里，我可能和一条狗都差不了多少。许浩向张毅说明了二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许家在天海市也算是有钱有势的大户，我爸的上市公司市值几十亿，照理来说，我是天海市数得上号的公子哥了，对吧？可是王思明从国外回来之后，整个天海市的富二代圈子格局就彻底变了，他们王家无论是财力还是背景都远远压过我们家好几头，在别人面前，我是身价不菲的虚手，可是在他的眼里，我根本啥也不是。张毅微微一笑，饶有兴致地说道，我倒是记得王思明说过一句话，我交朋友根本不在乎他有没有钱，反正都没我有钱。许浩点了点头，没错，是这个道理。张毅有些不理解，你就是因为他比你有钱，所以才讨厌他？不，你根本不懂我们那个圈子。许浩摇了摇头，然后向张毅解释起来，许家是做建材生意的，王家就是我们最大的金主，换句话来说，我们全家要看王家的脸色吃饭，所以王思明一回来，我就得拼了命的去巴结他，讨好他。许浩的眼睛里充满了屈辱的神色，拳头都握紧。一个养尊处优20多年的富贵公子，却要整日去伏低做小，讨好别人，内心肯定会有屈辱的感觉。甚至他看上了我的女人，我都不敢有半句怨言，必须亲自送到他的床上才行。许浩激动的脸色都红润了起来，那是我的女人，我的女人啊！他一句话我就得送过去给他玩，还不只是一次，而是好几次，好几次啊！你知不知道，因为这件事情，我在整个江南的二代圈子里都成了别人的笑柄。张毅挑了挑眉毛，对此也是稍微有些感触。一个江南小有名气的富二代，却为了讨好一个更大的富二代而把女友拱手奉上多次，这种行为与皮条客有什么差别？难怪许浩会如此的激动。提起女人，张毅也是有些好奇的问道，我早就听说王思明最大的爱好是美女，甚至有人说他谈过几万个女朋友，这是不是真的？张毅听到这个传闻的时候是不太相信的，毕竟一个人哪怕活到100岁，也不过是36500天，这么多女朋友，一天一个也轮不完啊。许浩却笑了，张大哥，你也别怪我说话不好听，真正的富人圈子玩的有多花，是你们这些普通人想都想象不出来的。你以为那些网文小说里面写的富豪生活已经足够夸张和虚假了，对吧？但是跟现实比起来还差得远呢。张毅的眼神变得认真了一些，人总是有些八卦情节在。哦，怎么说？许浩笑道，王思明身边的女人何止几万个，那是10几万个。张毅愣了一下，随后大笑了起来，骂道，你说你马呢？吹牛皮也要有个限度，别以为我不是你这种富二代就什么都不懂。10几万个，你怎么不说10几亿呢？张毅觉得许浩就是在耍他。历史上著名的荒淫帝王司马炎，后宫也不过是数万，因为人数太多，每天临幸不过来，就只能用洋车拉着他，到哪里停下就在哪里过夜。王思明如今不过40岁上下，他要是有10几万个女人，岂不是平均每天都要跟几百人打扑克？那样的话，他能活着都是个奇迹。张哥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啊！我也讲了，有钱人的世界你无法想象。许浩笑得有些无奈。张毅好奇地问道，是吗？那你仔细跟我说说，这10几万人是怎么玩得过来的？许浩正色解释道，这个还不简单，王思明身边有人专门给他在全国物色女人，这些女人身份从高到低，什么样的都有，影视圈里的女明星，网络上的女主播，再到天海市名媛、圣经百子湾女孩之类。他这个人不忌口，只要是漂亮的姑娘，就全都给网罗过来。光是我知道的，他有几十部手机，每部手机都是标好了编号的，代表着几十个省份，而每部手机里面又有几十个微信群，全国各地每一个地方他都会搞一个群。群里面是当地的美女，不光是国内的，国外的同样也有。张毅的表情微微有些错愕，还能这么玩，真是长见识了。那么多的姑娘，他怎么忙得过来？
张毅不是很能理解，难不成他还会多重影分身之术，或者练习过无限调制？许浩笑道：“其实很简单，这些姑娘只要她某天到某个地方去玩，就会通知这附近的人，一下子就能喊过来几百个人陪她。平日里哪怕不过去，只要她想玩了，全国空降也只是一个消息的事情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在网上见过那些在身上写字的女孩的视频？什么恭喜 EDG 夺冠了，恭喜梅西夺冠了，这些视频哪里来的？比如说王思明在群里面下一个命令，他们马上就会给你做各种表演，别说身体上写字了，更大尺度的都有。通常是往群里面甩红包，一发就是大几万甚至10几万的，而抢到最大红包的几个女孩来发视频。”张毅听的也是感慨不已，没有想到有钱人竟然还能这么玩。我懂了，说白了，他收那么多姑娘都是备用款，用不用的不好说，但是就跟养宠物似的，需要的时候随机灵性，对吧？许浩点了点头，是这个道理。毕竟人家的钱10辈子也花不完，总得想个办法消费一下。他还幽默地说道：“这也算是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，不是吗？”张毅深吸了一口气，微微摇了摇头。我总算是明白为什么大城市的剩女那么多了。许浩的一番话也算是让张毅稍微触及到顶级富二代生活的边缘。我跟王思明之间还有联系，当初我把你的情况说过之后，他对你手里的物资和雪地摩托车也很感兴趣，所以我们可以演一场戏，假装我把你骗过去，然后让王思明开门。到时候，嘿嘿，凭老哥你的本事，干掉他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？通常这样的大型庇护所里面囤积的物资起码可以使用10几年，只是当时王思明搞那个玩意，纯粹是一时兴起梦着玩的。等他的兴趣过了，也就没有太把庇护所当回事，只当成一个普通的别墅来住。里面囤积的那些物资，早就被他嫌弃碍事给当成垃圾扔掉，然后改装成爱房或者运动场所了。张毅默默地听着，脑海当中基本构建出了关于那个超级庇护所的蓝图。那么武器装备方面呢？这么强悍的庇护所里面肯定有防入侵的设施吧？除非你答应跟我合作，让我跟着你混，并且保证我今后的温饱，否则的话，这个消息我不能告诉你。许浩也不蠢，他要是把所有消息都告诉了张毅，他就没有任何价值了。许浩吞了一口唾沫，赶紧说道：“就算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说的，因为这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希望。所以，与其等死，我不如拼一下，用我手中的情报跟你换一个活命的机会。”张毅眯着眼睛望着眼前的许浩，如果按照许浩的说法，那个价值10亿美金的超级庇护所比他的安全屋更加坚固，而且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类设施，比如说农场、泳池、体育馆，甚至爱房。要是张毅能够把这个地方拿下来，以后的生活质量绝对会大幅度的提升。他望向许浩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可以答应让你跟着我混，但是有几个前提你必须要遵守。第一，你必须给我清清楚楚地讲解那座庇护所里面的情况，尤其是里面的安全装置、火力情况。”许浩连忙说道：“这个自然。那个庇护所建成之后，王思明为了炫耀，请了许多人过去参观，我也在其中。”张毅点了点头。第二，我需要你帮我杀一个人，这件事情更好办了。现在是末世，杀个把人算得了什么？不过许浩有些奇怪，你想杀谁杀不成，还用得着我？张毅淡淡一笑，是一个我不方便下手的人。总之，你等我消息就好。许浩没有丝毫犹豫，只是杀一个人就等于递交了投名状，这笔买卖实在是太划算了。那么还有最后一个条件。张毅走到许浩跟前，语气平静地对他说道：“你知不知道我之前是做什么的？”许浩愣了一下，然后摇了摇头。过去他是个富二代，张毅只是小区里随处可见的普通青年，他哪里会在乎张毅是谁？张毅继续说道：“最早的时候，我是一名拳手。2041年，第一次东南亚打自由搏击就赢得了冠军。2042年，打赢樱花重炮手雷龙，跟住连续3年横扫樱花国空手道高手。后来加入法兰西雇佣兵，常年在中东参与战斗，人赠外号半只狐狸。由于厌倦了江湖上的打打杀杀，我回到了国内，现在的职业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杀手兼仓库管理员。”许浩听得头皮发麻，没有想到面前的男人除了英俊之外，竟然还有这么多隐藏的身份。许浩内心说道：“难怪他的枪法如此厉害，杀起人来也从不手软。我就说嘛，这个人要么是退役的都市兵王，要么就是职业杀手。果然如此，这是个真正的大佬。末世之中，如果能够跟他混，一定可以活下去。”张毅一边说着，一边打开了手中的银色手提箱。“我当雇佣兵的时候，经常会抓住一些不好处理的俘虏，所以对付那些嘴硬的人或者居心不良的人，我们都有特别的应对手段。”只见到张毅打开手提箱后，从里面取出了一根针管，里面已经有一管蓝色的液体，这是我们常用的一种慢性毒药，注射之后1星期才会发作，如果没有解药的话，必死无疑。你想要让我相信你，那就让我给你打一针。放心，只要我们拿下王思明的那栋庇护所之后，我就会给你解药。说完，他按住许浩，然后一把扯掉他的裤子，缓慢而坚定地把针插在他的屁股上。张毅很快就完事了，收起针管，笑着对他说道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”许浩哆哆嗦嗦地提上裤子，忽然间，他的脑袋一阵天旋地转，一下子倒在地上干呕了起来。他此时难受极了，头晕、干呕、胸闷，甚至连呼吸都不顺畅。张毅淡淡地说道：“用不着慌，这毒药是慢性，我也是为了让咱们彼此之间不用互相猜忌。这样一来，你如果坑死了我，你也活不成。而我拿到那座庇护所之后，也没有杀你的必要，反而会给你充足的食物和舒适的生存环境。”许浩干呕了一阵子，心里面虽然不爽，但是也知道自己得到张毅的信任。“我明白，我回去之后立刻联系王思明，咱们尽快过去。”男人拼死为兄弟当了3枪，兄弟却趁机想把他老婆干掉。张毅回到家中，发现尤大叔已经醒过来了。
尤大叔的表情还有些虚弱，他挤出一丝笑容对张毅说道：“幸好你这里有医生，不然我可就真的没命了。”张毅安抚了尤大叔一番：“你好好养伤，现在其他事情不用你操心。”谢丽梅在这房间里关了一天，而且过来的时候，她和孩子的生活用品都没有拿过来，所有她要回去拿东西。她扭头看了一眼床上的尤大叔，然后把手里的婴儿塞进了张毅的怀里。谢丽梅觉得张毅和周可儿都带不了孩子，所以只要把孩子留下，张毅就不得不让他进门。他看了一眼这舒服的房子，眼睛里都是满意的神色，仿佛在打量着自己的新居一般。张毅给谢丽梅开了门，他就出去了。张毅关上门，低头看了一眼襁褓里面的婴儿，这是一个白白嫩嫩的小娃娃，皮肤像水做的一样。张毅看到他之后，内心竟然有些触动，他忍不住伸手碰了碰孩子的小脸蛋，凉凉的，就像是一块水嫩的凉子。张毅深吸了一口气，他到底还是没有办法对一个孩子下得去手，回头找个女人收养你吧。张毅取出手机给许浩发过去一条消息，然后抱着孩子回到病房同尤大叔聊起天来。谢丽梅离开了张毅家之后，顿时感觉到一阵刺骨的寒冷袭来，冻得她一个机灵，赶紧把帽子给戴上，双手插进兜里。好冷，好冷啊！她回头看了一眼张毅家厚重的房门，眼神中带着一抹嫉妒和垂涎。原来这房间里竟然是这么暖和，相比起来，外面简直就是寒冰地狱一样。我和宝宝要在这里生活下去，绝对不会离开。只有在这里，我的宝宝才能健康的成长下去。谢丽梅心中想到孩子长大的模样，嘴角露出了会心的笑容。不过外面的寒冷把她拉回了现实，她赶紧抱着胳膊跑下楼去。就在她来到尤大叔家门口，拿出钥匙打算开门进去的时候，一个人影出现在了她的身后。许浩右手举着一把血淋淋的菜刀，朝着她的脖子就砍了下去。扑哧一声，鲜血如同泉水一般喷涌而出。谢丽梅一脸茫然的倒在地上，瞪大的双眼除了对死亡的恐惧，还有对她孩子的不舍与担忧。许浩走上前来，担心谢丽梅没有死透，又连忙补了几刀，直到确定谢丽梅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，他才满意的点了点头，然后赶紧离开了现场。张毅家里，他抱着孩子坐在尤大叔病床前，笑着说道：“我想好了，以后就让谢大姐带着孩子在这里住，等到什么时候你养好了伤，孩子也大了再搬回去。”尤大叔听了张毅的话，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这也太给你添麻烦了，你们家的物资也有限啊，多了3口人，光是取暖用的煤炭也得增加1倍多。等我伤好了，我就搬出去。我有胳膊有腿的，不能让你养着呀。张毅笑道：“先不谈这个了，你就安心休养，以后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。尤大叔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身体发生什么变化？就是与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？”尤大叔虚弱的摇了摇头：“我现在浑身都没有力气，就是觉得伤口的地方痒痒的。”周可儿却说道：“那说明你的伤口在恢复，是正常的现象。”张毅起码得到了一个情报，尤大叔的异能对于药物的抵抗能力不是特别强，也会受到影响。几个人又攀谈了一会儿，过了半个多钟头，却没有见到谢丽梅回来的影子。尤大叔不禁有些担心了，他怎么还不回来？张毅闻言，瞳孔猛地一缩，沉声说道：“该不会是遇到危险了吧？”他赶紧站起身来，担忧地说道：“现在外面很混乱，楼与楼之间都杀疯了。昨天江磊和李成斌连我都袭击，很难保证剩下的人里面没有叛徒。不好，谢大姐有危险！”张毅一脸的紧张，尤大叔也是担心的说道：“张毅，你快去看一看，千万别让他出事啊！”张毅点了点头：“可儿，你照顾好尤大叔跟孩子，我出去看一眼。”说完之后，他迅速的转身离开了病房。然后张毅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开始武装：防弹衣、防弹裤、武装带、手枪、匕首，一把 M4 挂在肩膀上，头上的防弹头盔咔嗒落下透明面罩，准备完毕。张毅取出了自己的手机，给群里面的业主们发了一条消息，请大家到13层1301房间集合。接下来我会分发物资，并且决定将来岳麓小区各单元楼的划分。各单元楼大家可以随意挑选，先到先得。说完这番话后，张毅又特地给许浩发了一条消息，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。然后他把手机收了起来，从家门走了出去。张毅手持突击步枪，一步步走下楼梯，不紧不慢。11层的楼梯，他走了足足5分钟，来到13层，张毅就听到1301房间里面传来叽叽喳喳的声音，邻居们一个比一个兴奋，都在畅想着将来美好和平的日子。现在其他楼都被咱们给打服了，以后小区就是我们说了算了。哈哈，张毅也是够意思，让咱们一个人管一栋楼，想想也挺美的，让其他单元的人给咱们当佣人。最重要的还是物资来源问题，张毅还得继续给我们供应食物，或者把雪地摩托车的使用权分享给我们。我觉得他会接受这个建议的，毕竟现在小区已经稳定了，他也不希望打破现状吧。我们可以拥戴张毅当小区的老大，然后他提供食物和保护我们的安全，这样很公平。他们不知道张毅就在房间外面，一群人已经畅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，他们认为所有威胁他们的人都死光了，今后只有和谐美好。张毅在外面听得真切，嘴角却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。他右手张开，从异空间取出了2颗手雷，同时他把防爆盾取了出来，挡在自己的身前。做完这些准备，张毅拉掉了手雷上的拉环，从门口把手雷滚了进去。张毅迅速的举起防爆盾，然后朝后面退去。房间里，一个邻居察觉到脚下滚过来2个香瓜一样的东西。咦，这是什么？他好奇的低头看了过去。等到他看清楚那个东西的时候，一股火光瞬间将他吞没。轰隆一声巨响，房中的10几个人瞬间被炸飞，整个房屋都出现了明显的震动。全球冰封，末日求生，邻居们正在畅想着美好的未来时，突然飞进来2颗手雷，随着轰隆一声巨响，房中的10几个人瞬间被炸飞。房间的角落，一个男人满脸是血，他挣扎了半天没有站起来，只是用极度憎恶的眼神盯着张毅。我们帮了你那么多，为什么要杀我们？他一张嘴，满口鲜血便流了出来，但他依旧在愤怒的咆哮。他觉得自己受到
到了背叛。明明自己这些人帮了张毅那么久，张毅怎么可以卸磨杀驴？你们帮我，我不这么认为。张毅一边说着，一边举起枪对准他的脑袋，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。张毅举起枪对准地上每一个人或者尸体，通通在脑门上补了一枪。果然有装死的人受不了了，大吼着爬起来要和张毅拼命，但是迎接他的依旧是一颗冰冷无情的子弹。砰砰砰，一颗颗子弹从卡宾枪的枪膛里面射出，声音缓慢却有力，每一发子弹都会精准地带走一条生命。5分钟之后，张毅为每一个人都补上了一颗子弹。期间有人咒骂，有人哭求，有人绝望的尖叫，但是张毅很公平，对每个人都是一视同仁，不会多射一颗子弹。张毅眉头微微一皱，又仔细数了一遍，数量好像不对，他之前已经仔细数过了。单元里面除掉他和尤大叔2家，还有18个活人，再去掉许浩，明明还剩下17人才对，可现在数来数去都只有16个人。果然还是有聪明人存在的，他察觉到了我要杀他，因此没有过来。真是的，干嘛要苦苦挣扎？就跟你能活下去似的。张毅叹了一口气，然后端起手中的枪，他一层楼一层楼的开始搜查。张毅知道那个人住在哪里，所以搜查的范围就大大缩小。1个小时之后，张毅在一个厨房的柜子里找到了他。在他绝望的眼神之下，张毅给他体验了一回脑洞大开的感觉。至此，整个25楼如今存活的人还剩下5个，而当初闯入张毅房间将他分而食之的凶手们已经全被他杀死。张毅的复仇之路终于算是结束了，他的心里面没有了障碍，感觉整个世界都清明通透了许多，就连呼吸都变得无比顺畅，舒服了。张毅美美的呼出一口长气，而且从今以后，岳麓小区也不会有能够威胁到他的人存在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要安心的享受美好的生活。当然了，前提条件是他和许浩一起，先把王思明的那栋号称可以防核弹的末日庇护所给拿下，然后远离此地，彻底让所有人失去他的行踪。张毅把突击步枪插到背后，回到了家里。他来到尤大叔病房之前，就已经换上了悲痛的表情。尤大叔，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，谢大姐她……张毅握紧拳头，沉痛地叹了一口气。那些邻居其实早就对我们不满了，他们暗中勾结了其他单元楼的人，想要把你我2人干掉，然后抢走我们手中的物资以及我的房子。虽然我杀掉了姜磊和李成斌几个人，可剩下的人里面还有叛徒，他们担心我事后报复，所以提前下手把谢大姐给……张毅一脸悲痛说不出话的表情。尤大叔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然后用力狠狠砸向床铺，砰的一声巨响，钢铁打造的床铺边角竟然被砸得塌陷了下去。张毅眸中金光一闪，看样子他估计的没错，尤大叔的异能是力量型的，这很不错，刚好能够与他进行互补，而且以后有什么力气活之类的，也就不愁没人能干了。尤大叔，你放心，我也没有让那些畜生好过，我把他们全都给杀了，算是替谢大姐报了仇。尤大叔缓缓睁开眼睛，眼眶湿润。他是个重感情的人，虽然当初和谢丽梅在一块儿只是图她身子，但是老话说得好，日久生情，他难免会伤心。那些人的确是该死，他们的品行我早就知道靠不住，只是没想到你和我为这栋楼出了那么多力，得不到他们的感激不说，反而被他们记恨，这些人的确是该死。尤大叔恨恨地说道。对于张毅的话语，他并没有任何的怀疑。一来，这1个月的时间，他亲眼目睹了邻居们各种忘恩负义的行为，也看见了李成斌和姜磊偷袭张毅，所以张毅说邻居们早就勾结外人，想杀死他们，这一点成。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谢丽梅离开之后，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张毅都在病房里面陪她，所以就排除了是张毅下手的可能性。张毅走过来，情真意切地对尤大叔说道：“尤大叔，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，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丧心病狂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以后肯定帮你再找个童颜巨乳技术好的老婆。”尤大叔沉默了片刻，缓缓开口道：“我喜欢成熟丰满一点的。”他把兄弟的女人给干掉后，却无法对一个啼哭的婴儿下手。张毅看着他粉嫩的小脸蛋，声音冷淡地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虽然你是无辜的，但世界上无辜惨死的人太多了，要怪只能怪这个世界吧。”张毅知道，把这个孩子送出去之后，他能够活下来的概率不高于1%。不光是他知道，尤大叔也明白。但是人生在世，有些时候就必须得学会装糊涂。人只要会装糊涂，就会少面对许多的麻烦。逃避虽然可耻，但有用。张毅从房间里找出一个背包，在里面塞进去2包纸尿裤、2袋奶粉，还有1袋10斤重的大米，然后背着背包，一手抱着啼哭的孩子，一手拎着枪，离开了家门。25楼如今格外的安静，邻居们都死光了，这个世界似乎也变得清闲了起来。张毅一步步走下楼，然后朝着以和谐家园为生存口号的18楼前行。他们这栋楼里面尚有60多人活着，死掉的也都是冻死或者并发症而死。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，李健难能可贵的把他的理想维持到了现在，这也是张毅没有进攻18楼的原因。张毅来到18楼的门口，举起手中的枪，朝天开了2枪。李健，出来！不一会儿，李健那矮小瘦弱的身体出现在了张毅的眼前。我是来送给你一个孩子的，这个孩子以后就交给你们来抚养了。作为条件，我可以不杀你们。张毅说着，就把手中的孩子给递了过去，同时把背后的背包也给扔在了地上。这里面是给他准备的纸尿裤和奶粉，还有1袋大米。当然了，我知道这奶粉你们也未必会给他喝，怎么照顾他随你们的便，我也不管，让他活着就行。要是实在养不活，我也不怪你们，但是别故意把他给弄死了。婴儿的肉肥肥嫩嫩的，管好你们楼里人的嘴，好歹是我送过来的孩子，这点面子总是要给我的，对吧？李健看到地上那沉重的背包，听着张毅赤裸裸威胁的话语，赶紧点头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们一定会照顾好这个孩子。
绝对不会让他有事的。他看了一眼骨瘦嶙峋的李健，又抬头看了一眼面前的18楼，开口问道：“你们这栋楼还有多少人活着？”李健小心翼翼地回答道：“还有66人。”张毅忽然很开心地笑了，这个数字真吉利，看样子我最近会有好运啊！接下来你们要怎么活下去？我可是不会给你们提供任何食物的哦。李健张了张嘴，犹豫了半天才说道：“会有办法的，我们都活到现在了，多难的事情也遇到过，只要人还活着，就会有希望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一直坚信。”张毅嘿嘿坏笑了一声，凑到李健旁边，充满诱惑地说道：“食物的问题也好解决。看到那些被我烧掉的楼煤，里面的口粮够你们吃好一阵子的。”李健的脸色变了变，他坚定地摇了摇头：“不，我们不会走到那一步。一旦有了错误的开始，等待我们的结局终究还是毁灭。与其那样，不如保留做人的尊严而死去，那样最起码我们的心是无愧而坦荡的。”张毅有些诧异地看着李健。他承认，他有些被眼前这个男人震撼到，都已经到了这样艰难的时刻，还有人能够维持本心不变吗？应该是有的吧。只是张毅没想到，这样的人会出现在自己的身边。如果不是经历过这种惨痛的灾变，很难真正去看清楚一个人。张毅微微一笑，对李健说道：“说实在的，其实我挺佩服你。”李健艰难地笑了笑：“谢谢。不过我更佩服你，因为你有能力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活下去，哪怕在末日来临，也依旧能活得很好。这一点，我就比你差得太远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李健鼓起勇气，又做了一次尝试。“张毅，我有一个请求。”打住！张毅伸手阻止了他继续说下去。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可你不必再说了。我是不会帮你们的，我没有那个闲工夫。众生皆苦，我又不是佛陀，渡不了那么多的人。即便是我渡了他们，他们也未必会感激我。升米恩，斗米仇的道理我很清楚。生逢乱世，能够照顾好自己就已经殊为不易了。我没有那么远大的志向与伟岸的胸怀，我只想自己好好活着。做人嘛，凡事都要靠自己的。你呢，多多少少也感动到我了，让我相信末世之中尚且有人性的光辉。所以也别说我不给你机会。”张毅装模作样的把手伸进宽大的口袋里，然后一阵捣鼓，竟然掏出了一袋玉米种子。他把玉米种子扔在地上，继续往口袋里面掏。不一会儿，小麦、大米、大豆、土豆、红薯10几种农作物的种子根茎就出现在李健眼前。这是我给你们的机会，你们可以试试种植粮食养活自己，当然你们也可以把它们给吃下去，随你们如何处置，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。张毅也不懂如何种，所以他给了李健很多种子和根茎。在他看来，这就像是往鱼塘里扔下2只鱼苗，然后等着几年后收获鱼群，等的就是一个奇迹。如果李健他们真的能活下去，那就说明上天真的会眷顾这些保持本心的人。要是他们死了，那就死了吧。做完这些，张毅潇洒的转身，摆了摆手，毫不犹豫地离开了18楼。李健在原地目瞪口呆，看着一地的粮种和根茎，他有些手足无措。这些东西在零下60-70度也能种植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楼道里突然跑出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他急急忙忙地把地上的种子和根茎拿了起来，不顾寒冷塞进自己的怀里。快把这些种子收起来，种出来咱们就不愁吃的了。李健看到老人，眼睛顿时一亮。这位一位退休的老教授，当年在农学院专门研究农作物的，今年75岁高龄，也就是在18楼，他这老胳膊老腿的才能活到现在。葛老，这些粮食你能种出来吗？那么冷的天，你也能种出来吗？葛老哆哆嗦嗦地说道：“有机会，一定有机会的。我们总要试一试，哪怕希望再渺茫，可万一成功了，我们就能活下来啊！”全球冰封末日降临。我原本以为末世的灾厄降临对大多数人都是公平的，可是现在看来，有钱人连老天爷都会额外的眷顾。云雀庄园背靠着2座山，面前则是天海市的陆江，这地形远远看去像极了一把太师椅，而云雀庄园就坐在太师椅中间，背后是一道天然的屏障，风经过2山之间，落向面前的陆江。因此，别的地方大雪都堆积了10几米了，可这里的雪才不过2-3米而已，甚至由于靠近江边，连温度都比岳麓小区高上一些。不一会儿，2人就来到了云雀庄园101附近。如果说云雀庄园是一个豪华的富人城，而云雀庄园101就是富人城的皇宫，那是一栋黑色的豪华别墅，通体采用不知名的材料打造而成，皑皑白雪覆盖了屋顶，显得庄严而华丽，像极了冰雪中的北欧城堡。张毅推搡了许浩一下，把他推了一个趔趄，然后用枪指着他的脑袋说道：“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庇护所，过去把门给我打开。”许浩抬起头望向黑色金属门扉的上方，大声地说道：“你稍等一下，我这就给你开门。”别墅的控制室里，一个穿着黄色丝绸睡袍的男人站在监控前，眼睛认真地盯着张毅。他就是华国有名的富豪王思明。镜头里，他看到许浩给他使了个眼色，但是王思明却无动于衷，没有伸手按下开门的按钮。明明约好的时间是明天，没想到对方今天就过来了，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，许多东西都没来得及准备，而且视线当中他也没有看到那台最让他最惦记的雪地摩托车。虽说庇护所里面还有食物和女人，但是他是一个骨子里热爱自由、坚持不自由无宁死信念的香蕉人，因此他迫切地渴望能够离开庇护所，到外面的世界呼吸自由的空气。那辆雪地摩托车呢？王思明皱起了眉头，表情非常的不满，所以他没有给许浩开门，而是在静静的观察。许浩来到门前，装作在用视网膜解锁大门，很显然这种方法是没有任何效果的。门口的张毅等了一阵子，有些不耐烦了，他拿起手枪对准许浩的后脑勺：“王八蛋，你特么的敢耍老子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？”许浩大惊失色：“不要开枪，我能开门，一定是能开门的，你再让我多试一试。”他哆哆嗦嗦地靠近房间的大门，实际上给监控使眼色：“这门是可以开的，可以打开的呀，辛苦了那么久，不能功亏一篑啊，否则的话以后就找不到那么好的机会了。”控制室里面，王思明听懂了许浩的意思，那是在告诉他，如果这一回没有拿下张毅，许浩就会死在这里，而许浩死了，
就没有人可以帮他把张毅骗过来。王思明摸了摸下巴，心中其实没有那么信任这个许浩，可是一想到这座庇护所从现代物理学角度而言堪称无解的防御，王思明也没有什么好怕的。你们要是敢耍任何花招，我就烧死你们，让你们变烤猪。王思明嘴角一撇，然后按下了开门的按钮。而此时在门外，张毅听到了机械发动的声音，赶紧扯住许浩挡在身前，同时手枪死死抵住他的脑袋。这是演戏，但这又不是在演戏。如果有任何意外发生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拿许浩挡枪，或者打爆他的头。在张毅和许浩的面前，一扇厚重的黑色金属门缓缓开启，门扉高3米，没有门锁，而是以咬合的方式机械式的交错，不留一丝缝隙。门扉打开的时候，便有一种浓厚的未来科技风扑面而来。而门后面则是一个10米长的通道，周围用暗银色的金属全部封死，墙壁镶嵌着几十盏小灯，把整个通道映照得透亮。很难想象这座庇护所是10年前建成的，即便是今天来看，都是非常超前的建筑。这个就是金钱的力量。许浩伸手指向里面，张哥，我们进去吧。里面还有一道门，打开之后就可以进入庇护所里面了。通道的尽头还有一扇暗金色的金属门，金色与银色的搭配奢华而魔幻。张毅用枪抵着许浩的头，推着他一步步的往里面走去。实际上，他已经暗中做好了准备，应付一切即将袭来的危机。等到他和许浩走到通道中间的时候，背后的大门也迅速的关上了。控制室内，王思明一手端着红酒杯，一手在控制台上按下了绿色的按钮。与此同时，通道内部忽然从上下左右出现数百个小孔，白色的瓦斯气体喷涌出，将二人瞬间淹没。王思明静静观察着通道里面的变化，他听到了一阵激烈的谩骂声：“许浩，你这个狗杂种，竟然敢阴我！快给我把门打开，不然我打死你！”张毅，你别挣扎了，你要是杀了我，你也得死。乖乖的认命吧，我不想要你的命，只想要你身上的物资。你特么的做梦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有种你开枪啊！杀了我你也别想活。通道里面很快响起了一阵枪声，王思明摇晃着红酒杯，毫不在意的默默等待。庇护所使用的高强度催眠瓦斯，只要吸入一点，就会陷入长达24小时的昏迷状态，而且就算是苏醒过来，也会处于浑身无力的状态。他等了足足5分钟，瓦斯气体充斥了整个通道，确认张毅和许浩都吸入了大量的催眠瓦斯，然后才停止开关，可以过去把他们绑起来了。王思明嘴角噙着自信的微笑，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把握中。他却不知道，此时的张毅戴着防毒面罩，同时利用异空间将身边的瓦斯气体都给吸纳了进去。张毅只是靠在墙上假装昏迷，而许浩才是真的昏死过去了。张毅微微眯着眼睛，他倒下去的方向刚好对着那扇暗金色的金属门扉。一旦王思明出现在这里，他会第一时间拔枪废掉那个家伙。